我生下女儿，婆婆在产房外大骂晦气，老公安慰我不要在意。坐月子时，我收到闺蜜的微信，照片里我的丈夫正揽着一个女人往酒店走。大家好，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。这是我和陆先燕结婚的第3年，这3年中，陆先燕对我也算体贴。很多时候，我和他妈产生矛盾，她让我多忍忍。我念着她的好，时常耐着性子，可没想到事实会给我这么大一个巴掌。瑶瑶，这人渣，你还在坐月子，他怎么敢的？闺蜜在为我打抱不平。我结婚时，她就多次相劝，但我那时候被陆先燕的甜言蜜语糊了心，只想着给她一个美满的家庭。照片上是一所高档酒店，哪怕人影模糊，可相恋5年的枕边人，我又怎么会认不出？就连陆先燕搂着的女人也被我认出来，刘希月，我老公的初恋。前几日在同学群中听闻他回国，当时我注意到陆先燕神色微变，却没多想。没想到这么快，两人就旧情复燃，迫不及待。门在这时被推开，婆婆走进来，把手里的清汤寡水砰一声放到桌上。女儿被吵醒，哇哇大哭，婆婆脸色更差，哭就知道哭，没爸的养来屁用没有。说完，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。我抱起女儿，给她喂奶，轻声细语哄着。小家伙睁着大眼睛看我，吃饱后露出一个满足的笑。女儿叫陆恋月，陆先燕亲自取的名字。当初我沉浸在喜悦中，现在想起这个名字，只觉得心火烧得旺盛。幸好还没上户口，能改。我把懵懂的女儿放回摇篮，直接拿出手机点外卖。是我大学常吃的那家，不过嫁给陆先燕之后，因为价格，基本没再去了。陆先燕家境不好，父亲早亡，是婆婆砸锅卖铁将她供上大学。结婚前去她家时，我在泥泞的山路中跋涉1个小时，才看见那方矮矮的房屋。婆婆当时打量着我，笑容满面，我却注意到她目光中的几分不屑。后来陆先燕去洗碗，我想去帮她，在厨房外听见婆婆的声音，看她穿得漂亮，提的东西也贵，我们家可养不起。闺蜜知道后，恨铁不成钢。我不知道你到底看上她什么？我当时只是笑着摇头。大2那年，我父母意外死亡，幸福的家庭一夜破碎。巨大的变故让我陷入悲痛之中。陆先燕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我能歌善舞，是学院出名的美人。在众多追求者里面，她衣衫陈旧，整日戴着副黑框眼镜，实在算不上出色。但她是个很温柔的人。陆先燕会给我买早餐，会在下雨时给我送伞，也会在我想父母时递来纸巾，轻声安慰。不得不说，她的确抚平了我内心的那道疤。以至于后来，在陆先燕舍友嘲笑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时，我直接站出去牵住她的手，承认这段关系。陆先燕当时人都傻了，回过神后，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外卖到了，我下床去拿。出房间时，正好对上婆婆不满的目光。我垂眸，全当没看见。直到看见我提回来的高档外卖盒，婆婆彻底坐不住了。方瑶，你把我儿子的钱当纸花呀？还吃这么贵的外卖？尖锐的声音刺入耳膜。我淡淡看她一眼，想吃啊，叫你儿子给你买。婆婆愣住，这是我第1次呛她。以前陆先燕总说妈养她不容易，现在好不容易能挣钱了，得报答。我为她有这份孝心高兴，
允许她每个月将微薄的工资发2/3给婆婆，也在婆婆对我阴阳怪气时，当作没听见。父母车祸死亡，我得到大笔赔偿，再加上遗产，也是不小的数额。结婚的当晚，陆先燕握住我的手：“瑶瑶，我挣不到很多钱，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”我抱住她，让她别为钱操心。而现在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陆先燕接近10点才回来，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俯身抱住我，问我今天为什么生气。我不用猜就知道婆婆在她面前说了什么，无非是自己煲好汤，儿媳妇却不愿意喝，反而点上外卖。我不动声色地避开她，语气很淡，有些不舒服。我不想现在拆穿陆先燕，最起码得等出月子再和他们算账。不舒服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陆先燕说话还是那么温柔，但我一想到她今天也曾这样抱着刘希月，心里泛起恶心的感觉。你今天不是在忙吗？我意有所指，陆先燕却没听出来，反而笑道：工作在忙，老婆还是第一位。我淡淡一笑，翻过身不愿再说。陆先燕看出我的敷衍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沉默。很快，身边的位置一沉，陆先燕也背对着我，两人之间距离很窄，却好像将这段婚姻撕开一道填不上的裂缝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也睡不着。半夜，我看见陆先燕的手机屏幕一亮。结婚之后，出于信任，我很少看她的手机。上次看是3个月前，难得周末闲暇，我们打算出去走走。在陆先燕进房间找东西时，她扔在沙发上的手机震动。我拿起一看，是个被助教月的号码。没等接起，陆先燕匆忙走来，拿走手机。瑶瑶，公司的同事，我跟她说2句。我没有怀疑，摸着肚子坐在沙发上等她。陆先燕再出来时，神色有些激动。我问她怎么了，陆先燕蹲下，将头靠在我的肚子上。瑶瑶，我有机会升职了，以后我会把你和宝宝养得好好的。我也很高兴，请她去市中心最贵的旋转餐厅吃饭庆祝。一晚上，陆先燕都笑容满面。现在想来，升职只是借口。她兴高采烈，无非是刘希月要回国了。手机又亮一下，在夜色中尤其突出。我撑起身，将陆先燕的手机拿过来，上面有新发来的信息，备注是月。因为锁屏，只能看见一半，内容很暧昧，那些字就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，细密的疼不剧烈，却难以忽视。屏幕上突然滴下一滴水，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。我爱陆先燕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恋爱都没谈过2次的人，毕业后毅然决然踏入婚姻，需要多大的勇气？3年感情的信任，得来的却是这种结局。我压抑着哭声着将信息拍下来，随后把手机放回原位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第2天，陆先燕早早地出门，婆婆还在睡觉。闺蜜来看望我，得知我还没吃早饭时，气得当即就要去找婆婆理论。你现在下地都难，她居然敢这么对你。我拉住她，摇摇头。闺蜜看着我，瞬间红了眼眶，握住我的手。瑶瑶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先等出月子。我把昨晚拍的信息给她看，再慢慢收集她出轨的证据。好，好。闺蜜抹着眼泪，话中满是后悔。都怪我当时出国去了，你家出那么大的事，都没能陪在你身边。不然，哪还有陆先燕献殷勤的机会？我抽出纸巾替她擦眼泪。
当初闺蜜出国进修3个月，回来时我已经和陆先燕确定关系。好了，说这些做什么呢？我轻叹一声，现在更重要的是离婚。女儿饿醒了，哇哇大哭。我让闺蜜把孩子抱过来喂奶，刚吃到一半，婆婆直接推开门大骂：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不值钱的东西。看到屋里的闺蜜时，她神色微变：你怎么进来我家的？你管我呢？闺蜜脾气躁，被婆婆的态度激得火冒三丈。你家？要是我没记错，这房子是瑶瑶爸妈留给她的吧？你们暂住久了，倒还真把这当成自己的了。她这话戳中了婆婆的痛脚。她当初几次3番暗示我把陆先燕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，我没同意。方瑶，看看你朋友这态度，是对长辈的态度吗？婆婆知道我闺蜜的性子，立即把话头对准我。往常我被她这样一看，都会安抚闺蜜，但今天我不打算忍了。对什么样的人，自然是什么样的态度。婆婆瞠目结舌，不知道往日孝顺的儿媳妇怎么会突然竖起尖刺。正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得更开，进来的是陆先燕。她见到屋里针锋相对的场面，有些诧异。我回来拿文件，这是怎么了？婆婆见到她，立即眼睛一闭，挤出几滴眼泪。先燕，妈知道妈只是个农村人，住在大城市里惹你们烦。我这就去收拾东西，下午就走，不碍你们的眼了。虽然这样说着，她却没移动半分脚步。我早就见识过婆婆的手段，每到这时候，陆先燕会无条件偏向她。果然，陆先燕脸色一沉，看向我：瑶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她的年纪大了，但她的心是好的，你快跟妈道个歉。我睁开眼，看见婆婆站在陆先燕身后，神色得意。陆先燕，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装傻还是真傻。她这套把戏用了没有10次也有8次，你当真看不出来吗？陆先燕被我冷漠的目光看得一愣。瑶瑶，在她心中，我是温柔体贴的妻子，对他们从没有甩过脸色。这反差感让她一时没回过神。我能演什么戏？婆婆又在一旁叫嚷起来：我年纪这么大了，难道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幸福美满吗？瑶瑶，你要是真觉得我碍眼的话，那我就去死好了，再也不碍着你们。她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却只觉得好笑。闺蜜忍不住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：你个老东西装什么装啊？你还幸福美满？你不让你儿子妻离子散就好了。瑶瑶还在坐月子，你连早饭都不给她做，那你住在这里有什么用啊？早点回家种田吧你！婆婆气急败坏，几近晕厥。陆先燕扶住她，皱眉看向闺蜜：你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陆先燕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拉拉闺蜜的手，怕她一时口快。幸好闺蜜还有几分理智，没有将出轨的事说出来。当初要不是瑶瑶喜欢你，我早就把你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了。你不看看自己以前的毕业照，又穷又挫，能找到瑶瑶，还以为自己多有本事呢。还把工资给你妈，让瑶瑶出钱贴补家用，你说出去不怕别人笑死？他连轰带炸一番输出，说的对面两人脸色铁青。闭嘴！陆先燕脸色黑沉。这个家不欢迎你，滚出去！你不欢迎？闺蜜环臂看她，这是你的房子吗？陆先燕忍无可忍，攥紧拳头上前2步。陆先燕，我冷冰冰地看她一眼，敢动手，等下就去把离婚办了，然后你和你妈一起滚出去。陆先燕瞳孔微缩，转头看我：瑶瑶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
你先走吧。我没理她，对闺蜜道。闺蜜点点头。那我明天再来看你，不要太生气，养好身体。房门被重新关上，陆先燕上班来不及了，干脆用陪我去医院的理由请了半天假。婆婆去做饭，屋内只剩我们两人。陆先燕和我对视片刻，大概是被我冷漠的神情吓到，渐渐弱了气势。她走到床边坐下，想来握我的手，被我直接避开。陆先燕放低声音：“瑶瑶，是因为我这2天太忙没时间陪你吗？对不起，我发誓这段时间忙完，一定好好陪你和恋月。”他不叫恋月，一提这个名字我就来气，只能握紧床单压制自己的情绪。什么？陆先燕满脸错愕。我不愿多说，以前那么喜欢的人，现在坐在面前，却让我无比反感。婆婆这时候端来一碗鸡汤，陆先燕接过来，想要喂我，我偏头避开。不用了，我点了大学常吃的外卖。陆先燕脸色一变：“瑶瑶，那家店消费这么高，你每天点，家里怎么承受得起？”我忍不住笑了，干脆地拆穿她：“你每个月拿回来的钱，连里面的一碗汤都买不起。至于她其他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？”我看着婆婆眼中的躲闪，心中冷笑。陆先燕接二连三背对，脸色越发难看。好，你有钱，我们家养不起你。说完，径直摔门而去。女儿又哭了，我哄着她去拿手机打通律师的电话。这位律师是我父亲的好友，当初车祸后续也是由他帮忙处理。得知我要和陆先燕离婚，他非常震惊，因为当初的我一颗心死放在陆先燕身上，旁人从没见我们有什么矛盾。但律师不知道，没有吵架的家庭是因为总有一个人在受气，而我现在不打算继续忍受了。跟律师商量好相关事宜，我将睡着的女儿放回摇篮。经过最开始的愤怒悲伤，我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。现在心里想的只有离婚。接下来几天，陆先燕都按时回家，不仅会给我带营养品，也会给女儿带玩具。我却眼尖发现她衣服下隐秘的红痕。她被我那天说的话吓到了。陆先燕在国企工作，别人只知道她在市中心有房产，还有美满的家庭，却不知道房子不是她的，家庭也即将破碎。她对我没有那么容易放手。她需要我的钱，我的人脉，我为她操持家庭。这也是我没有直接提出离婚，而要搜集证据的原因。我以前练过舞蹈，体质还算不错，半月就能下地，1月后已经恢复许多。早几天，陆先燕便说她订了旋转餐厅的位置，庆祝我们的3周年。我知道她是想借此机会修复我们的关系。当天晚上，陆先燕回家很早，一进门就搂住我，语气亲昵：“瑶瑶，收拾好了吗？月月交给妈了。”我笑着从镜子里看她。我生产完，体质恢复很快，身材也和从前一般。如今打扮之后，比大学时更多几分成熟的韵味。我注意到陆先燕眼中的惊艳，她低头想吻来，我直接起身，提上手提包：“走吧。”到了餐厅，坐的还是我们之前的位置。我点了几道菜，陆先燕看着价格，面色微变，最终还是没说什么。菜陆续上来，我自顾自地切牛排。突然，陆先燕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，随即挂断。没事，一个骚扰电话。我没说话。可不过1分钟，她的电话再次响起来，大有不接就不罢休的气势。陆先燕看了看我，拿着手机起身：“瑶瑶，公司的人，我去接个电话。”
我沉默地看着他离开，随后跟在他身后。楼道很静，我听见上方传来脚步声。没等上前，就听见陆仙燕带着几分急躁的声音：“你别缠着我了，我有老婆孩子。这段时间只是一个意外。”不知道对面的人说了什么，陆仙燕的语气焦急：“受伤了？怎么回事？”我没再继续听，关掉手机的录音软件。最后在陆仙燕之前回到餐厅。瑶瑶，陆仙燕歉然地看向我：“公司出了点事，需要马上处理，你继续吃，不用等我。去吧。”我点点头，独享一整只奥龙。买完单，碰巧看见闺蜜的朋友圈显示在附近，便约她见一面。得知陆仙燕丢下我去找刘希月，闺蜜怒气冲冲。好一个受伤，茶位隔这么远都飘到我面前了。瑶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是打算保持原计划，毕竟相处3年，我知道她的不容易，只想和平离婚。这个想法在回到家之后被彻底打破。我和闺蜜刚开门，就听见女儿尖锐的哭声，而婆婆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完全当没听见。我立即往房间走，看见女儿身上胡乱地裹着尿不湿，被随意放在床上，嘴角还有白色的奶渍。闺蜜也吓了一跳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把女儿身上弄干净，确认没什么大事后，把孩子递给闺蜜，然后走出房间，直接关掉电视。婆婆瞪着我：“你干什么？这话该我问你。”我怒不可遏，全身都在发抖。孩子还那么小，就被这样对待，要是我再晚点回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孩子交给你，怎么会变成那样？我怎么知道？她一直哭，烦死人了。婆婆又要去拿遥控器，我直接上前，一把将她推到沙发上。啪！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脸颊很快浮现掌印。你敢打我？平时的我肯定不会这样做，但今天是真的气到脑袋发晕，我手火辣辣一片，疼得发颤。看见闺蜜怀中的女儿时，心里越发坚定。现在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我家！你什么意思？婆婆站起身，我这句话让她连痛都忘了。你这样对我，不想跟仙燕过了？我冷笑一声，刚才说错了。婆婆以为我怕了，重新挺直腰杆，把你和你儿子的东西收拾好，一起滚。我拿上手机就往外走，顺便给朋友们打电话。闺蜜抱上孩子跟着我。瑶瑶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女儿已经睡了，我俯身亲亲她的脸蛋。桌间，刘希月还在那所酒店，闺蜜跟酒店经理有点关系，很轻松就打听到。我拜托闺蜜在楼下帮我照看女儿，自己则带着一群人上楼。房门打开的刹那，一股浓烈的暧昧气息袭来。我看着床上交缠的两人，真的忍不住干呕出声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，我的丈夫却在酒店抱着另一个女人极尽缠绵。朋友们面面相觑，他们开始以为是我多心。现在陆仙燕出轨的事实摆在眼前，好几个姐妹都怒容满面。床上的人被我们吓到，发出一声尖叫。我看见白被奸的那个女人，真的是刘希月，她比从前漂亮许多。我对这个女人了解不深，只知道她是陆仙燕的初恋，以及整理书架时不经意看见的女孩青涩质朴的笑容。陆仙燕看见我，惊慌失措地套裤子，来不及管那些朋友，就要跑过来牵我的手。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她不断地重复着解释2字，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我还得庆幸他们正在做这档子事，不然怎么收集铁证呢？行了，陆先燕，我甩开他，不想脏了自己的手。我已经让你妈整理好东西搬出去，明天早点到民政局离婚。瑶瑶，瑶瑶。陆先燕看见我目光中的决绝，真的慌了。我错了，我大错特错，罪该万死。她忽然跪在我面前，扇自己的耳光。我真的错了，瑶瑶，是我一时被迷了心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月月才刚出生，不能没有爸爸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们。她痛哭流涕的自我检讨，我却只觉得可笑。难得你还能想起女儿。我俯视着她，你给她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陆先燕眼中闪过慌乱，我没听她解释，转身要走，却再次被握住手。有些事一回生二回熟。我一巴掌扇在陆先燕脸上，冷冰冰地看着她。你真是得扇，但是该由我来扇。这一巴掌是给女儿打的。我又给她一巴掌，这一下是为我付出的3年打的，又是一巴掌，最后这下才是打你出轨。陆先燕没想到我会这样，以前她手指受伤，我都会亲手给她粘上创可贴，而现在感情已断，连扇3巴掌我都面不改色。我低头看向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男人，恍惚间想起闺蜜恨铁不成钢的话：你到底看上他什么？我究竟看上他什么呢？贫困的家境，恶毒的母亲，还是收不住的花心？不过幸好现在醒悟为时不晚。我抽出酒店的湿纸巾，擦完手扔在呆愣的陆先燕面前，随后带着朋友们毫不犹豫地离开。陆先燕大概想追，但刘希月的声音随之响起：先燕，我已经怀孕了。正事办完，我感谢完来的朋友，才坐上车。闺蜜连忙问：瑶瑶，怎么样？看见我通红的手掌，她脸色一变。那个渣男打你了？没有。我甩甩手，缓解那股火辣辣的疼。我给了他3巴掌。干得漂亮！闺蜜大呼解气。接下来怎么办？需要我找人帮忙把他们赶出去吗？不用。我思索片刻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先让他们住，过段时间再去赶人。我只是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：刘希月留学归来，和陆先燕搞到一起，当真是旧情复燃吗？会不会连他也认为现在陆先燕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呢？要真是这样，那才有好戏看呢。我把猜测跟闺蜜说了一下，她眼睛发亮。那你这段时间先住我家，陆先燕想找你也没那么容易。我欣然同意。和女儿一起住在闺蜜家的第3天，我联系了以前的上司。怀孕前我也是月入几万的高薪人士，之后在陆先燕建议下，选择在家养胎。不过辞职时傅岩并没有同意，他看好我的能力，批了我很长的产假。不过傅岩似乎知道了我的事，约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一面。哎，这小傅总不会还对你余情未了吧？挂断电话，闺蜜笑嘻嘻地打趣我：别胡说。我摇头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刚入公司时，傅岩是我们几个实习生的组长，他待人冷漠，时常板着脸，别人都怕他，我却不怕，导致每次有什么文件，其他人都求我递上去。多几次，傅岩也发现不对劲，但没说什么。但我没想到，半年相处下来，傅岩居然向我表白了。这件事后来被陆先燕知道，几次3番要我换工作，我只能申请调到另一个部门。这些都是以前的事。现在多年过去，傅岩从组长升为副总，虽然还在他手下，但我很少再见到他。第2天，
我还在睡觉，闺蜜就兴冲冲地跑到我房间：快起来，今天可要跟小副总见面呢。闺蜜打开衣柜，挑出好几套裙子：快来试试。我捂着脸不愿意起来，打扮什么？见面又不是谈合同。最终，在闺蜜的折腾下，我还是被套上白色长裙，还由她亲自出手化了个淡妆。瑶瑶，你简直太漂亮了，真是瞎眼的人才不会珍惜你。闺蜜恶狠狠地说着。等下我直接带人去找那个渣男，他要是还想保住工作，就乖乖离婚。麻烦了，我见完面就去民政局。我提着包出门，开车前往公司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咖啡厅很安静，一眼就看见坐在窗边的男人。傅岩跟我一样大，却并不爱西装革履。若没有重要的事，他都穿得轻便简单，更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傅总，我走到他对面坐下，好久不见，瘦了。傅岩直接道。我微愣，不自觉伸手摸脸。傅岩及时换了话题：身体怎么样了？已经好很多了。我笑笑，随时能回来工作。傅岩却道：我知道你的事了。我早就猜到，毕竟那晚上去的朋友很多，口口相传，也不是什么秘密。服务生端来蛋糕，傅岩把它推给我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喊我。谢谢傅总。我垂下眼，可以避开他深沉的眼。闺蜜的猜测是正确的，但我并没有刚离婚就投入另一段感情的打算。蛋糕吃到一半，门口的风铃响起。我看见一道身影气急败坏地向这边走来，是陆仙燕。陆仙燕一把拽住傅岩的领口，双眼猩红地看着我。我就知道你不对劲，原来是和这个奸夫又搞在一起。话没说完，他脸上就挨了傅岩一拳。陆仙燕常年在办公室久坐，傅岩却常去健身房。这一拳让他瞬间脸颊淤青，倒在地上。傅岩沉着脸上前2步，似乎还想动手。我没想到向来沉稳的他会直接动手，连忙伸手拦住。再打这是该上城市新闻了。陆仙燕，你赶紧走吧，你做了什么自己清楚。念在3年夫妻，我给你留一份体面。我站在离陆仙燕5米远的距离，对她的狼狈姿态冷眼以对。陆仙燕撑着身站起来，指着我放狠话：方瑶，我特意来你的公司，好声好气劝你，你别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。离就离，我也不是非你不可，有的是女人要给我生孩子。说完，一脚踢开桌子，气势汹汹地离开。傅岩收回眼神：我送你去停车场，你先回去，我处理接下来的事。回到小区时，正好遇见闺蜜。她知道这件事，忍不住开骂。我说那家伙怎么不在公司，也不在你家，原来跑到公司去了。我们回家，女儿已经被保姆哄睡。我摸摸她红扑扑的脸颊，继续跟闺蜜谈话。他们还在我家？闺蜜气呼呼的点头。对呀，不仅不走，还把那个小三也接回家养胎了。要不是你有计划，我非得让人直接把他们扔出去。居然把刘希月也接去住，看来是我低估了他们脸皮的厚度。不过这正合我意。我安抚闺蜜几句：你有看见刘希月吗？有啊，她和那个老太婆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好像吃胖了，肚子圆鼓鼓的。她怀孕时间尚短，不应该那么快显怀，看来是最近日子实在滋润。不过这场美梦就快醒来了。这时候，闺蜜的电话突然响起，她接起，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，最终脸色极差地挂断电话。怎么了？闺蜜冷哼。我让朋友帮我查查他们，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件事。
刘希月出国这段时间的费用，居然全是你婆婆给的。这件事我真没想到。回想起陆先燕每月交来的零星工资，只觉得遍体生寒。原来他们一开始就没断，还费心费力地供着读书。那我又算什么呢？让他们生活滋润的提款机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拼命忍着眼泪。闺蜜心疼地抱住我，连连安慰：瑶瑶，别为这些人渣气坏身体，你还有宝宝，还有我。我把头埋在她怀里，眼眶湿热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开朗乐观，懂事后很少崩溃大哭。第一次是父母车祸死亡，第二次是知道丈夫出轨，第三次就是知道这件事。3年的青春，所有的隐忍退让，在这一刻成了巨大的笑话。去民政局那天，陆先燕刚拿到离婚证，又去和刘希月领了结婚证。他们不愿意要女儿，我也没打算给。事情处理完，我和闺蜜直接带人回家，把他们3人的东西全部打包好，丢到门外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房子。刘希月看着这一切，想来挠我。闺蜜一把将她推到陆先燕怀里。我见他们的东西被全清出来，才让一旁的师傅换锁。你们私自占用我的房子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动手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可不介意报警，让你进去待2天。刘希月看着我，又看向一片目光躲闪的陆先燕。她终于反应过来，质问陆先燕：这不是你的房子，你居然骗我，不就是一座房子吗？陆先燕被他的语气激起火气：等你生完孩子，再买一套不就好了？我听着他的大话笑出声，真会画饼。师傅很快换上新锁。走吧，这房子得全部重装，不然住着都嫌晦气。我收好钥匙，和闺蜜一起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徒留他们3人守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行李。离完婚，拿回房子，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这事算是彻底解决。我重回公司，同事们闹着要在周末举办回归聚会。申请报上去后，傅岩居然同意了，也只有瑶瑶姐才有这待遇了。同事笑着打趣：当初傅岩对我有意思，在八卦群都传开了，最后还被不小心转到公司大群，闹了一番笑话。刚回来的这周，事情特别多，我几乎把公司当成家，时常趴在办公桌上不知不觉睡过去，又在半夜醒来继续忙活。这天醒得早，我抬起头，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滑落，捡起一看，居然是傅岩的外套。我注意到办公室灯还亮着，不免诧异，他也没回去。我正想起身去看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傅岩走出来，见我醒了也没多惊讶：你可以去休息间睡会儿。不用，工作还没做完。我把外套还给他。方瑶，傅岩突然喊我：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我摇头：因为你身上有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别人不能做的事，你敢做；别人害怕的，你不怕。你凭着一股毅力，总是走在很多人的前面。但是有时候也该让自己走慢点，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，你觉得呢？我怔然无言。傅岩说的对，我从小就会要求自己比别人更优秀，就为了争一口气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女儿了，或许真的该适当缓下步伐，感受一下生活中的乐趣。谢谢傅总。还有另一件事。傅岩勾起唇角，深沉的眸光盯着我。之前你有恋人，所以我克制着自己不打扰你。傅岩没有继续说，但我和他视线相对的那一刻，便已明白。1年后，傅岩生日这天，
大家早早就谋划着要给他庆祝。最后讨论完，还是让我来组织。我将聚会定在氛围轻松的餐厅，这家菜色不错，也不用担心人多吵到别人。吃完饭后，闺蜜约我见了一面。我靠，瑶瑶，大八卦！闺蜜激动地拉住我的手。刘希月生的孩子不是陆先燕的，校友群都传疯了。我早就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校友群也常年处于屏蔽状态，自然不知道。怎么会？要我说，这就是恶人有恶报。闺蜜连忙跟我说，很是解气。听说是刘希月当初留学时乱搞，不小心有了孩子，就急急忙忙回来找人接盘呢。那个老太太知道后，当场就气得中风了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没醒呢。正好有校友在那家医院，这事传得可大了，现在两人闹着要离婚呢。我听着这些消息，心中涌出怅然。当真是应了那句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我把闺蜜送上车，转身要上楼，没想到正好遇见傅岩。蜡烛已经吹过了。啊，抱歉。我有些懊恼和闺蜜聊得太久。傅岩垂眼看我，低声道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是要礼物吗？可是我送了，精心挑选的领带，花了半个月工资。”我眨眨眼，不明所以。算了，先送你回家。傅岩没多说，和我并肩而行。我看着他的身影被路灯镀上一层暖光，小傅总。傅岩没听过我这么喊他，不由愣住。我笑着问他，听说今晚的河边很美，能邀请你和我去散散步吗？傅岩看着我，随后把头偏到一边。我以为他要拒绝，却发现他藏在发丝下的耳廓发红。傅岩声音不大，却很坚定。那就一起走吧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本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